因为子宫内膜癌它常常会有一些出血的症状，大部分的病人诊断都蛮早期的，都是在第一期。那我们的内膜癌在第一期的5年存活率几乎可以到8、9成。内膜癌虽然是我们妇科最常见的肿瘤，一般来讲它算是我们妇科存活率最好的，死亡率比较低的。内膜癌因为它有一个子宫把肿瘤包覆住，所以它不像卵巢癌这样会一下子就跑得满肚子都是。所以说内膜癌如果是初次我们确定做那个内膜切片，确定它是恶性肿瘤之后，我们会做这个核磁共振检查，然后评估它的临床分期大概在子宫侵犯的深度。那大部分的病人是可以采取做微创手术，我们做肿瘤分期。它的标准治疗也是建议就是子宫、卵巢、输卵管全部切除。那当然还有包括骨盆腔的淋巴结做取样，那可以做一些哨兵淋巴结的取样，那到主动脉旁淋巴结取样。那针对比较长得比较快的、行为比较恶性的第2型的这个内膜癌，那就要做这个大网膜的切除。就是如果说你内膜癌，因为很多病人女生可能比较害羞，有出血也不敢来看医师，那拖了很久，那造成肿瘤往肚子里面跑，就是吃到卵巢，甚至会吃到直肠的这种状况，你要把肿瘤清干净的情况，一定就是只能做剖腹手术。机械手臂它其实跟我们的标准的腹腔镜手术，它的差别就在于它的关节，手腕关节有360度可以旋转，那它的手术的精细度一定是比我们标准的腹腔镜来得更好。那特别是在我们拿淋巴结，在恶性肿瘤的病人要拿淋巴结、哨兵淋巴结的这种切除，因为淋巴结它就是在血管旁边，所以这种很精细的地方用机械手臂来执行的话，就会减少一些出血的风险。应该是说，机械手臂对医生、对病人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，对医师来说也比较好操作了。所以只要病人的医疗保险有给付的话，其实一般我们大概都会建议使用。对，那再来的话就是，比较适合做机械手臂，还有就是说，如果这个病人开过很多次手术，或者是子宫比较大，那这个怀疑有一些粘连的问题，这个在我们机械手臂上也都是会有它的优势。